房子再这么跌下去啊，我感觉都挺不住了。我朋友2018年买的一套房，300万买的，先是跌到200万，后来又跌到150万，现在跌破100万了。5年多的时间赔了200多万，他这几年做生意赚的钱全打房子上了。你说这要换普通人咋弄？我还想再看看这个房子。行了，别哭了。我们以后还能回来吗？不知道，但我会努力的。回老家了不哭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我也想不通，这不170万的房子，就卖了89万，怎么就得回老家去了？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妈妈，你再回来吗？宝贝儿，我们再也回不来了，这不是咱的家了，你知道不？中国房地产持续低迷。房地产研究机构的最新数据显示，今年的5月份，百城二手房价继续下跌，而且跌幅仍在扩大。到目前为止，二手房价已经连续下跌了37个月，其中北京周边地区的房价跌得最厉害，有的甚至暴跌85%。一些中产房奴一夜之间返贫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二手房的房价持续下跌的这个话题。我是22年年底在北京买的5环边上的房子，加上中介费一共花了300万，装修花了20，贷款25年，利息80万，以上合计400万。最近估计房子卖不出去了，小区的电梯和楼道里都是卖房的小广告，跟我家一样的户型标价218万了，估计成交价比这还要低。这才过了1年的时间，差价80万，首付基本上跌没了。300万的房子跌到178也并不是没有可能，甚至有可能会更低。有的人把半生的积蓄都搭进去了。80万，我想问普通人怎样才能攒到80万？北京周边的地区被称作是环京，环京房价曾经很高，尤其是在2016年到2017年间，燕郊、大厂、香河等地的房价一度飙升至3到4万。然而呢，最近2年环京的房价跌得很厉害，其中燕郊房价跟最高峰相比下跌了50%到60%。今天故事的主角呢，是环京片区永清的一个小区，叫国瑞生态城。在过去几年，很多人谈起房价下跌最多的地方，第一时间肯定会想起环京的燕郊。房价最贵的时候3万多一平，现如今降到1万多一平。但是呢，和有些地方相比，燕郊的房子已经算是很保值了，最起码还能卖1万多一平。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主角呢，他在2017年时候能卖2万3一平。博主瓜军介绍说，国瑞生态城这个小区刚好位于北京与天津2大直辖市的中间，西边距离北京70公里，东边距离天津80公里，开车的话1个多小时能到达2个直辖市，因此当初吸引了很多人来买房。大多数买房者都是非常乐观的，都觉得这里的房子未来会有非常大的升值空间，买到就是赚到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2017年之后，房价就开始急转直下。现如今呢，国瑞生态城这个小区，二手房成交价已经降到4000多一个平方，降到4000多一个平方，卖房子的人却非常的多，买房子的人却比较少了，完全没有当年售楼部人山人海的那个场景。有些业主就吐槽呢，感觉楼市真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。2万3一平方买房的人和现如今4000块钱一平方买房的人住在同一个小区。2017年，我在永清的国瑞这个小区买了一套3居室130平，花了将近240万。现在房子我住不上，我只有周六日的时候我才能来住一住，想给孩子找一个玩伴，
现在小区里边都没有孩子呀。这个房子买到手里，家里边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，直到现在我老婆都不愿意上这边来住了，因为这边住着不是特别方便。现在这套房子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鸡肋了。我们一家人在北京租房住，永清的房子现在根本用不到，想把它卖掉吧，现在才卖3000多块钱，真的也是不忍心赔的太多了。如果不卖的话，每个月还要承担着高额的房贷，再加上北京的房租，加上我们一家人日常的开销，也是很大的一笔开支。现在我跟我老婆非常的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再等一等，没有好好的挑一挑，就买了永清国瑞生态城的这套房子。如果要是可以提前知道的话，我宁可不买，我也不希望买错。我不买，我就没有这么多烦恼，我就不会赔这么多钱。买错了房子真的是10年白干。在广州卖房真的太难了。18年为了孩子能在广州上学，我们咬咬牙花了100多万买下的房子，如今成了烫手山芋。挂牌几个月，价格从80几万跌到50几万，近乎夭折，却依然无人问津。前几天中介带来个好消息，有刚性买家愿意出50万，可我一查贷款，瞬间凉了心，还有59万没还。这意味着如果成交，不仅30万首付和7年房贷全打水漂，还得倒贴9万。这买卖我实在下不去手，但老公却坚决要卖。他觉得我们现在不在广州，看房价这个趋势以后更难出手。现在有人接盘，亏就亏了。我们犹豫了2天后再联系中介，却得知买家已买了同价位的其他房子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和老公都懵了。现在房子真的这么不值钱吗？面对这样的局面，我真的陷入了两难。如果是你们，会选择低价抛售，及时止损，还是咬咬牙坚持呢？房价再这么降下去，很多家庭真的要扛不住，要崩溃了。昨天我卖了一套上城国际的2手房，是我第一次成交客户以来，心里不是高兴，反而是难受的。天哪，我真的见证了女房主因为无奈和心疼，在我面前掉的这种眼泪，那种哭真的让人很心疼，很无奈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。过程呢是这样的。我的客户呢看好了房子之后，我把双方约到了一起见面面谈，130平报价75万，上城国际的房子，客户出价60万。房主一听，当时都懵了，很抗拒。但是经过我们2个小时的谈判呢，房主哭着说，我们这个房子是2019年花了90多万买的，直接亏掉了30多万。这30多万呢，是我们一点一点省吃俭用，省了好多年才省出来的钱。我们呢只是普通工人，我们奋斗了一辈子，给孩子买了这套房子，转手一卖，直接亏掉了1/3。要不是孩子着急结婚，着急在济南买房，要不然人家女方不同意结婚，我是直接不考虑卖掉的。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还好呢，这个大姐当时是全款买的房子，全款都亏这么多，那贷款加上利息更是残忍，我直接不敢算。我的房子从348万跌到121万，我决定不还贷款了，让银行把房子收走吧。结果呢，发现即便收走了，还差银行100万的房贷，还有什么律师费、诉讼费、保全费，加起来都100多万了。真的是烫手的山芋，踢都踢不掉。买这个房子是我人生做的最后悔的决定。我也不是说想断供，而是真的没钱还了。每天一睁眼都是银行催款短信，整个人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，肠子都悔青了。事情从2019年说起，那时候房价涨得凶，身边朋友同事都在聊房，好像没有人不关心房子。我和老公咬咬牙，掏空2家老人的积蓄，又贷了不少款，348万在郊区买了这套4居室，想着房子怎么着也保值吧，大不了以后卖了。谁知道刚办完手续，房价就开始狂跌，眼看着隔壁小区新楼盘开盘价比我们买的便宜大截，心里很难受。然后小区业主群里一聊房价，我都心情可不好，那段时间我都退群了。到去年，房子市值直接跌到了121万，每个月还得还1万多的房贷，家里收入因为大环境也少了不少，实在撑不下去了，我决定断供。博主陈小苏表示，随后他们收到银行发的律师函，出乎意外的是，信中说他们除了没有还完的贷款，加上利息、违约金、诉讼费、律师费，七七八八的算下来，他们倒欠银行100万元。她说，她和老公现在每天都接到银行的催债电话，让他们感到压力巨大。博主曼迪表示，因为房价暴跌，有的中产阶层已经返贫，现状凄惨。中国房价跌得最惨的，跌了75%，你害怕了吗？买完房的、还完房贷的不焦灼不焦虑，没有买房的也不焦灼不焦虑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最焦灼的是前几年4、5年前买了房的，正在还房贷的，
各位啊，你知道吗？原来北京周边呢有个环京房地产，你知道吧？很多人呢在北京买不起房嘛，选择在北京周边去买，然后想逐步往北京里边去过渡。但是呢，全中国跌得最惨的就是环京，最惨跌了75%，你害怕了吗？惨不惨？各位啊，它的残值啊已经低于要还贷款的值了，能明白吗？我举个例子啊。比如说吧，我欠了个200万贷款，但是呢，我现在这个房子卖出去才卖120万，最后呢，我选择放弃了，不还了，这个房子我也不要了，给你银行了。好多人现在都是这样的哈，还不上车贷，吃不上饭，表面上看起来呢可精致了。你不要以为啊，精英里面没有穷人的，有的是的。我告诉你，现在的精英真的过得好难，压力好大，因为啊。他们以为掌握了一流信息，但那些信息呢，到他们手中啊，已经是零零散散倒了好多手了。博主老好表示，环京一位房主当初花了260万买的房子，现在40万都卖不出去，直接降了85%。环京楼市的房子到底降到了什么程度？大家目前在环京楼市了解到的降价幅度应该非常大。有的区域降价了50%，有的区域降价了60%，有的区域降价了70%。像南边的永清，有部分的楼盘降价幅度超过了80%。包括前2天大家在网上刷到了吗？某一个城市的人说他的房子已经降价了50%，在那里难受。永清的一位粉丝告诉他：“你的不算傻，我260万买的房子，现在40万都卖不出去。”现在永清上半年卷得最凶的5个小区啊，看看有没有你家。第一个，永清融创城小区，前几年卖的最贵的时候将近2万一平，89平米的3居呢，能卖到160多万。现在同样的面积，挂牌连35万都不到，看房的人呢却非常的少。第二个是永清的百合公馆小区啊，这个小区体量太大，配套非常成熟，好多的二房东啊，去年是5000一平，今年连4000块钱都不到。第三个呢是永清的国瑞生态城小区，高峰时期啊，1平米2万多，当时大部分呢都是投资客去买的，现在高层的话1平米连3000块钱都不到，别墅的话才5000块钱，还卖不出去。第四个荣盛城西区小区啊，挂牌量100多套，太疯狂了，之前1万6一平，现在4000多一平啊，业主真的是太难了啊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